睡觉睡醒，电脑里就多出几百张商用级的高画质 AI 图片，而且你连一张高阶显卡都不用买，没开玩笑，这真的办得到。欢迎回到我们的 AI 效率系列，今天这一解析，我们就要来彻底拆解这个能把繁琐生图直接变成全自动无人生产线的终极工具 P4 生图脚本 V3.1。所以说，大量产出 AI 图片最痛的地方在哪？大家心里一定有数吧？要么就是每个月乖乖缴那贵的吓人的订阅费，要么就是得砸重金去组一台顶级电脑。不过呢，今天这份资料给出了一个超完美、完全破局的方案，它能让你趁着晚上睡觉的时候，默默帮你生出几百张图。重点是1毛钱都不用花，甚至连独立显卡都不需要，是不是超级狂？好，讲到这里，一定有人马上举手喊停了。等等，这听起来很赞，但我根本不会写程式码。没错，这就是大家最怕遇到的第一个难关。但这正是这一套工具最让人惊艳的地方。它打从一开始的设计就彻底抛弃了那种会让人看到吐血的复杂开发环境，完完全全是为我们这种零基础新手量身打造的。为了证明它到底有多无脑，你看，总共就只有3个步骤。没有那种看了会崩溃的红字报错，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环境设定。不过这边有个绝对千万不能忘记的关键，就是在安装拍档的时候，那个 add Python to path 的框框，拜托一定要打勾。只要这个勾了，接着只要复制贴上一行安装指令，最后滑鼠左键点2下执行脚本。恭喜你，你的个人 AI 算图农场就正式开张啦！这时候你心里一定在想，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它到底是怎么做到全免费的？秘密就在于它非常聪明地避开了市面上那种算张数收费的昂贵 API， 直接去串接了 Polynations AI 提供的免费接口，而且用的还是现在超级夯、画质极度讲究的 Flux 模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直接拥有了商用级别的图片品质，却再也不用为了额度见底在那边提心吊胆了。可是呢，当你跃跃欲试，准备好要来场大量创作的时候，不到半分钟，新的状况又来了。我们平时记灵感的时候，那个清单通常都是一团糟的，对吧？里面混杂了各种草稿啦、中文注解啦，甚至还会有很多不小心多按的空白行。如果脚本真的那么笨，一股脑全送去给 AI 跑，那生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一场灾难。这时候该怎么办？这边就真的要夸一下这脚本写的有多聪明了。它里面自带了一个非常优雅的解析机制。简单来说，只要它看到前面有井字号开头的字，它就知道，哦，这是你的私人笔记，然后自动跳过。看到空白行，它也会当作没看到。更酷的是，你只要在上面打个主题2字当标题，它不仅帮你把提示词分门别类，还会自动在你的电脑里建好对应的资料夹。也就是说，你那乱糟糟的草稿本直接无缝接轨，变成了超强的执行指令。好，看起来一切顺利了，但最关键的考验来了。想象一下，你睡前丢了100条提示词进去，然后安心去睡大觉。要是半夜家里网路突然断掉，或者是这个免费伺服器突然大塞车宕机了，怎么办？一般写的比较随便的程式，可能就直接闪退死给你看了。隔天早上你满心期待起床，结果只看到满一幕的错误代码，哇，那真的会气到吐血，对吧？嘿，不用紧张，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这套脚本里面偷偷藏了一个大绝招，叫做 Generate with Fallback 容错机制。这概念其实就像是帮你的生图流程买了一份保险，只要遇到网路卡顿或是伺服器挤不进去，它不会就这样两手一摊放弃，而是会很聪明地先暂停一下，等个几秒钟，然后再自动重新尝试。有这道防线在，你的批次任务绝对能稳扎稳打地跑到最后一张图。不过随着你越用越上手，新的使用问题又浮出来了。假设今天我只稍微修改了其中2句提示词，想赶快看看效果怎么样，难道每次都得硬生生把清单上那100条全部从头重跑一次吗？这完全说不过去嘛，太没效率了。没错，作者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为了解决这个痛点，脚本提供了一个超级方便的2层式互动选单。你只要一打开，画面就会问你要跑哪个主题，你可以直接按个数字1选赛博朋克，接着再输入个135，就能精准挑出你想测试的那几行提示词。这种想要哪张就跑哪张的掌控感，真的会让你在测试灵感的时候省下大把的宝贵时间。讲到时间啊，大家一定都会蛮关心一个问题，既然它是去呼叫远端的免费 API， 那生一张图到底要多久？老实说，如果你傻坐在荧幕前面盯着它跑，其实还是挺煎熬的，因为依照伺服器当下的忙碌程度，每张图大概还是需要花个10到30秒左右来运算。所以我们稍微心算一下就知道了，要跑完100张图片的提示词，大概就是30到60分钟左右。既然如此，高手真正在用的工作流是什么？绝对不是傻等，而是把自动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也就是在睡前轻轻点开脚本，设好主题，按下 Enter， 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去躺平睡个好觉，让电脑在深夜里默默为你做牛做马。隔天早上醒来，你满怀期待地打开资料夹，结果噔楞，新一轮的挑战又出现了。面对电脑自动帮你分好类的几百张图片，你要怎么在茫茫图海里面快速挑出那几张神作？如果这时候你还是用系统内建的看图软体，用方向键一张一张慢慢按，我保证你一整个早上的时间就这样没了。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必须引入更有效率的专业工具了。这份资料里非常推荐一款免费软体，叫做 Faststone Image Viewer。用它看图，你可以直接用键盘的数字键光速打分数，筛选起来有够畅快。如果你本身有买 Adobe 方案，那 Bridge 也是个超赞的选择。而且最贴心的是，脚本每次跑完都会自动帮你生出一份 JSON 记录档。这代表什么？代表你随时可以查到哪一张神图是对应哪一句提示词，完全不用靠自己忘记当时的魔法配方。好啦，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来到了最后的终极挑战。现在你的硬碟里已经被各种精美的静态图塞满了，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内容创作者，你心里一定清楚，现在的观众爱看的是什么？是放在 YouTube 或是 Reel 上那种动感、高质感的短影音啊。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把这些不会动的静态图片变成超吸睛的动态素材呢？这就来看看我们的进阶工作流怎么大显神威。第一步，先把我们挑出来的完美生图丢给像是 Real ESRGN 这一类的 AI 工具，把它无损放大到 4K 画质。接着拉进剪映或是 Premiere 里面，加上最灵魂的一步，套用 Ken Burns 效果，听起来很专业，其实就是打上几个关键帧，让画面极其缓慢的推进或是平移。就这么简单的3个步骤，原本死气沉沉的静态图片，瞬间就变成带有浓浓电影感的动态镜头了。说真的，了解完这整个脚本和背后的工作流之后，你会发现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对 AI 创作的想象。它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只要你懂得运用一点点简单的自动化技巧，你就能彻底摆脱那些无聊重复的技术苦差事。你不再是那个坐在电脑前苦苦盯着进度条发呆的打工人，而是真正掌控全局的导演。只需要把所有的心力完全专注在你脑中的纯粹的创意愿景上。掌握了这个批次生图的秘密武器之后，相信我，你的创作产能绝对会迎来史无前例的大爆发。但这时候，我们更该问自己的是：当生成图片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成本时，我们创作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又会是什么呢？这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好啦，这集的 AI 效率系列解析就到这边。喜欢这类 AI 工具实测内容的话，记得立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 AI 效率技巧啦。我们下集解析见，拜拜。